在这个村子睡觉必须要戴耳塞，否则凌晨就会醒来，还要在本子上记录着醒来的时间。他们都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，每到凌晨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龙的叫声。这声音就好像要地震了一样，从凌晨一直持续到黎明，不戴耳塞根本无法睡觉。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村长把录到的声音放给大家听，摄像小哥也吓了一跳，但奇怪的是，怎么都找不到声音来源。大家在村里走访，听到一个可疑的声音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台微型缝纫机，但音量非常小，根本不可能，而且附近也没有任何施工现场。一时间，关于这声音的说法越来越多，越说越离谱。有人就说肯定是之前开山采石惊动了龙脉。为了让村民安心，大家决定今晚一定要找出罪魁祸首，在村里多个角落安装了声呐设备。来到凌晨，这怪声准时响起，检测到的声音都指向了一个小巷子。走近一看，这巷子里就只有一个锅炉，难道这龙叫声就是他发出来的？把声呐设备对着锅炉，果然是他没错了。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锅炉为啥会发出这种声音？售后人员排查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，原来是里面一个电磁阀损坏了，滑动时就产生了这种不寻常的声音。维修好了锅炉，果然这天夜里怪声就消失了，村民终于可以丢掉耳塞睡个好觉了。大妈为了保命，每天往墙上涂抹密封胶，家里还装满了监控，时刻盯着，而且有床不睡，偏偏住在了厕所里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。掀开垫子，下面全是尿，她却说味道清新自然。厕所门时刻紧闭着，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她说只要离开厕所就会头晕目眩，全身酸痛，不得不离开的话就要全程戴口罩，还要不停喷着空气清新剂。问她为什么这样做，她说家里会泄漏毒气，都是从这些墙壁缝隙里散发出来的，闻到就会眩晕。因为之前和邻居吵过架，大妈认为是邻居故意往她家泄漏毒气，以此来报复她。她甚至在家里各个角落都安装了监控，为了防止毒气扩散，她封死了家中的各种缝隙，整个房子几乎都覆盖了厚厚的密封胶。由于厕所的气味最小，于是成了她的庇护所。虽然大妈说的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，可奇怪的是，大家并没有闻到什么异味，于是决定偷偷拜访下邻居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。然而大妈并不相信记者说的，表示毒气带来的疼痛是真实存在的，自己经常被熏得睡不着。为了缓解她的焦虑，大家请来专家对房子里里外外检测一番，然而检测后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害气体。大家希望她从厕所搬出来，大妈却突然暴躁起来，把大家都赶走了，说她不相信仪器，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。隔天她反常的出门去了医院，见到了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男人，一见面男人就哭了，原来这是她丈夫。10年前得了中风，就一直住在医院里。大叔知道大妈一直睡在厕所里，也知道大妈精神出了问题，一想到这些就止不住的哭。他只想大妈能安稳的睡觉。心理医生表示，丈夫住院后，她不得不独自生活，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孤独感，可能慢慢就产生了幻觉。医生建议给大妈多一点陪伴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节目组也不含糊，决定帮人帮到底，给大妈更多关爱，陪大妈聊天，还一起在厕所吃饭。几天过去了，大妈突然从厕所出来开始做饭，给大家做了一桌好吃的，说现在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。看起来大妈终于走出来了。这对情侣为了减肥，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，对他们吃的泡面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泡面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却毫不在意。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变质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，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节目组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只是闻了一下就连连摇头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是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大家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，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染上怪癖，每天包里装着一瓶醋和一把铁锤，一到晚上就偷偷行动。零下10度的天气，他却赤裸着上身，从包里掏出铁锤，大喊一声，直接朝肚子上重重砸去，就这么一直敲了几分钟，直到肚子变红才停下。大叔还觉得不过瘾，还让小哥拿铁锤敲一敲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铁锤啊！问他为啥要伤害自己，大叔却轻蔑一笑，接着从包里掏出了一瓶醋，倒上满满一杯，一饮而尽。真的是奇怪，跟他来到家里，他从冰箱拿出2个冰冻的苹果招待大家，把苹果放地上，徒手就给劈开了，说这样比较好吃。虽然大叔看着一身的暴力，但其实是个钢琴老师，满手老茧却弹了一手好琴，看着完全就是2个人。
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组合呢？这时大叔说出了自己的故事，他从小患有小儿麻痹，即使做过2次手术也没能恢复，从小被朋友孤立，这让他很自卑。直到有一次在小伙伴面前单手劈断了一个木棍，小伙伴都惊呆了，这让他找回了自信，于是就开始刻意训练自己的力量，开启了这种独特的运动方式，而且医院也去过了，内脏啥的确实没问题，这下可以安心的继续锻炼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深夜全村人都不睡觉，全部守在一个摄像机前面，摄像机正对着黑漆漆的山坡，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面孔。村里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精神崩溃，每到夜幕降临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很多人自从见过这鬼脸后，每天都做噩梦。村长说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墓主人是谁了。大妈还说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就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，村民都觉得肯定是那个心怀怨恨的人来索命了。来到傍晚，节目组对着山坡架起了摄像机，准备全程记录。村民都聚集在摄像机前面，都在等那张脸出现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也准时浮现，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越说越离谱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，决定近距离多角度观察。走到鬼脸的位置，却只有一棵大树而已，稍微拨动下藤蔓，这鬼脸的形状一下子就变了。换了几个角度再看，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原来这鬼脸是路灯照在大树上形成的阴影，对称的阴影就成了眼睛，树干成了鼻子，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知道真相的村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说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张笑脸，感觉可爱多了。他们在水下寻宝，不仅找到了一箱金币，还意外找到了一个骨灰盒。他当场吓尿，起因是听说这里有一艘沉船，传说还是一艘海盗船，想想就觉得刺激，于是决定去水下寻宝。刚下来就发现了一只鞋，看着还挺新，拿着比量了一下，大小也合适，他也不客气，直接穿了起来继续寻找。又找到几个酒瓶，保护环境人人有责，直接带走。慢慢的他们还真发现了一艘沉船，两人来了兴致，但找了好久还是只找到了一些酒瓶。这时他突然发现一块木头下面竟然露出了一只小孩的手，看着属实诡异，两人壮着胆子决定一探究竟。他小心翼翼往外拉，生怕把胳膊拽断，拉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个美人鱼玩具，虚惊一场。这时连大鲤鱼都被吸引了过来，轻轻抚摸一下，手感真好。这不重要，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寻宝计划。既然船外面找不到什么好东西，他们直接来到船内，果然在夹缝中发现了一个箱子。这箱子一看就有戏啊，电影中宝藏就是用的这种箱子。两人兴奋不已，刚把箱子拿出来，就掉落了2枚金币，箱子下面的金币更多，散落了一地。拿起一枚咬上一口，就留下了牙印，看起来是金币没错了。这不发了吗？不一会就捡到了上百枚。两人回到岸上把金币藏好，他们认为下面肯定还有更多好东西，决定继续下水寻找。谁都想不到，两人这一去差点崩溃，甚至连警察都来了。他刚下去没一会，就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铁盒子，掂了一下分量很重，还用塑料袋装着。他高兴坏了，估计里面可能又是金币。慢慢掏出来，方方正正的，里面好像还有个盒子。但就在这时，里面突然泄露了一些粉尘状的物质，翻个面一看，上面还有字。他扫了一眼，当场吓尿，这盒子竟然是个骨灰盒，吓得赶紧往岸上游。毕竟第一次遇到这情况，他们商量了半天，也不知道如何处理，最后决定报警。等警察来后，也没有查询到骨灰主人信息。那现在看来，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把骨灰放回原位，让他在水下静静的待着，也算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。村头的坟墓凭空出现了一个洞，看痕迹应该是刚挖的。晚上还看到个黑影一直在周围晃，这诡异现象令村民倍感不安。隔天坟头上又出现了一只狗，一直在附近徘徊，有人靠近就会大叫，就这样不分昼夜的趴在坟墓上。这狗并不是村里的，为啥会一直守着坟墓呢？村民觉得可能是这墓主人投胎成了狗。节目组让大家不要迷信，想要找到原因，看来得从坟墓下手了。但这都是老坟了，在村里问了一圈，根本不知道墓主人是谁。但很快一位前来扫墓的大妈告诉了大家一个关键信息，说前段时间来扫墓见过这狗，狗狗是有主人的。接着大家还在附近发现了狗链子，而且每当车经过这里，狗狗都会警觉地注视着每一辆车。大家猜测狗狗应该就是被遗弃在了这里，它一直在等主人来接。大家决定帮它找到主人，各种途径都试过了，甚至连派出所都去了，也没有找到。坟墓下的洞也是他挖的，平时就住在里面，大家都很担心他的健康情况。兽医观察到他鼻子很湿润，看起来还是很健康的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给他提供食物和一个狗窝。他远远地待在一边，谨慎地看着村民做的一切，但很快就接受了村民的爱，看起来也是饿了好久了。大妈表示在没找到主人之前，自己会好好照顾他的。